下面是一个铝合金的一个底座，和后扶手是一体的。边箱架很结实啊，上面的有3个锁点，后面是2个之间再互相连了一下。后面的挡泥板是升的比较靠后的，所以说转向灯是能够固定在这个挡泥板上面，并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。尾灯的质感非常的优秀，很均匀的一个发光面积，然后里面是高亮的刹车灯，很完整的一个尾灯，辨识度也非常的高，隔很远都能够看到这个尾灯。排气并没有用一个正儿八经的高位排气，只是往上翘的这个角度比较高，排气的这个体量看起来还是挺唬人的。不过这个排气因为没有完全的走高位，所以说它为了绕开后摇臂的这个和刹车的空间，它是比较外扩的，那么也就导致整个边箱架是非对称的，边箱的容积就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。我们再看到这个脚踏，后座脚踏质感还不错，稍微有一点点生锈啊，春风的老毛病了，这些东西总爱生锈。然后前面是给到很宽大的一个带钉齿的一个脚垫，胶块是可以拆卸的，而且很软和，里面是比较空的一个脚垫。刹车和那边的挡杆都是带有防摔车的这种设计，是能够缓解掉很大一部分的这种倒车摔车的这种力量的。另外这一块并没有用金属，用的塑料，这个对它的减重也是有帮助的。后减震用的是 KYB 的可调的一个减震，而且带一个小气罐。下面是它的多连杆的系统。后面的摇臂是一根比较粗壮的铝合金摇臂，这边还设计了一个起车钉吧，这个位置。后面的刹车用的是西户的单活塞的一个刹车。另外刚才没有提到的轮胎用的是正新的一个拉力胎，这个胶块还是比较大的，很符合这个车的调性。后面是140、70、18，然后前轮是90、90、21，非常标准的一个拉力车的轮胎组合。我们再往后看到这个挡泥，这个就是原厂用心设计了的挡泥，做了一定这种弧度的设计，一个软胶垫，又有造型，然后又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效果。你看后面减震就几乎不会遭到泥水的侵袭。当然这个车这儿贴的是一个工程样车啊，但是目前看来这个工程样车的质感和做工已经非常的优秀了。这边车架主要的连接螺丝也是给到了这种新型的螺丝，规格也是比较高的 12.9 的螺丝。车架这种孔洞的地方还做了这种有造型的这种胶块的设计。整个发动机非常的小巧，尤其这一块底护板侧面是塑料的，下面是金属的，然后侧面还带有一个比较细的这种摇篮式的，这个应该也算一个小的副车架或者说护杠，这个并不能起到很好的这种强度的作用。你看这个地方的连接都很薄弱。另外在这儿发动机上面是有一个螺纹孔的，目前这个孔是闲置的状态。这个侧护板里面是冷却液的夹住的位置。我们再看一下整个车架的做工，很优秀的一个机器人焊接的水平，线束这些整理也非常的规整。就目前而言，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裸露的插头。我们看一眼坐垫下面的空间，锁孔在这儿，坐垫的锁孔在这个位置。哇，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锁扣了，直接弹开的。然后是一个一体式的坐垫，可以直接拿下来。里面的空间还算比较丰富的，这部分的空间完全是空的，可以加装很多的这种设备。这边是它的工具，甚至还带有这个调节后面减震的一个扳手。尾灯后面也是有一定空间的。坐垫打开之后，整个虽然这些线束并不是特别的规整，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它该有的位置上，而且很明了。空间，这个车的整合度真的非常高啊！这个坐垫下面能够给到这么大的空间，还是比较让人吃惊的。OK，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链条的规格。链条是 DID 的520 VP2。另外看到这个轮胎的气门芯啊，这个没有任何的标志，这个车目前看来是没有带胎压显示的。这个我觉得是这款车机里面唯一缺失的地方。OK， 仪表下面是这个 USB 的充电接口。需要给出好评的是给到了一个 C 口，那么是支持一个快充的，而且它设计的位置也是在侧面，不像有些车企设计在这种平面上面，那么进水就直接渗进了这个接口里面。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小的沿口，能够让它遮住一部分的水。另外在这个风挡上面还
设计了一根横杆，是能够加装一些拓展的配件。不过下面这些机构都是一个塑料机构，而且这个东西会有一定的晃动的风险，如果加重物的话，还是容易产生一些异响的。我们再看一下坐高啊，这个车是没有大撑的，拉力的属性它是不带大撑的。OK， 我1.75米的腿长，1.7米的上半身，坐上去大概前脚掌着地，够一够的话，依旧不能够全脚掌着地。坐上去之后，腿部的这个角度还算比较的正常，没有那种蜷得特别厉害的这种角度。另外，坐垫很宽大，前后的空间还是非常足的。我坐的话会稍微靠前一点点，因为前面的海绵的厚度会更厚一些，更舒适一些。那么坐上去是这个状态。我们再看一下后座。后座的话，目前看来这个坐垫的海绵并不是特别的厚，还是略微的偏薄一点点。如果高座版后座的这个海绵也能够加厚一点的话，舒适性会更好，而且宽度对我来说还是略微窄了一点点。后座的舒适性，看加上尾箱之后吧，后扶手倒是给人很强的这种安全感。OK， 把车立起来，大概是一个这个姿态。所以这个车并不小啊，这个车还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。OK， 春风450 MT 细节我们分享到这儿。目前看来，这台车的定位还是非常的明显，就是走这个比较硬核的拉力路线。不管骑起来也好，坐起来也好，都是属于比较活跃、比较运动的感觉。而且在烂路的通过性，包括动力的这个平顺、延续性都非常的优秀。TC 的调教也没有那么的突兀，没有那么的粗暴。而且一键直达的这个 ABS 和 TC 的 Off-Road 模式，也是让这款车的这种拉力越野属性直接直线拉满。如果从摩旅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款车整个的调教是比较偏运动，比较偏向中高后转的这种调教。如果摩旅需要长时间的这种稳住油门、中低速的这种行驶的话，这款车就没有其他的偏休旅的这些 ADV 车型来的优秀。不过这款车的玩乐属性真的是非常的好，而且这个车重骑起来之后，包括在烂路上的感觉，并没有感觉到标称的那么重。我们看一下，整备质量是205千克。这款车205千克在烂路里面的表现，骑起来像一个160左右的一个体量。那么有一部分的观众会说，这款车3.2万，甚至再往上选配一点点，要去到3.4万的这个售价，在如今的这个摩托车内卷的市场，还有没有它存在的必要，或者说它自己的市场呢？我觉得还是有的。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其他的卖2万多的车上面用到的这些品牌也好，用到的这些零部件也好，有些东西真的就会慢慢的去给你缩水。比如说这些轮圈啊、链条啊、减震这些东西，包括刹车的这些配置，都会稍微欠那么一点点的火候。我宁愿多掏2000、3000去换一套更好的东西，但你出厂不给我，最后就导致我去后装市场要去改这些东西，我花的钱就远远不止2、3千了。我觉得只要这个东西它实实在在的给到你了更好的东西，那我觉得高售价是能够被接受的，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内卷和追求低售价去博眼球吧。结果消费者拿到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完美。OK， 春风450 MT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。